啊，第一部说给扣了一个辱华大帽子冤枉，第二部把眼角往下拽拽继续硬上，好吧，我在想这算不算是服从测试啊？还是说想靠着一点点外眼角手术来潜移默化 PUA 我们呀？啊，这次学聪明了，营销号各大平台的大 V 一起上，那通稿和评论区真的是强的可怕。什么？我看了第二部了，远超我的预期，非常棒的电影，适合带孩子们一起去看，而且没有看过第一部的也不影响观看。哟，这一副理中客的样子，似乎自己是最公正的，独立审美，别人都是被裹挟，真的是可笑至极。你们以为过个2-3年互联网就没有记忆了？不好意思，我们 PTSD 有点重，这帽子呀，我还真的往死里给你扣。当年第一部出来的时候，网友就给修改动漫形象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就是头铁硬上，打死不改。3年了，眼间距还是那么宽，故事还是那么扯淡，我就不禁想问了，是票房不香呢，还是赚钱烫手呢，还是说你们赚的根本就不是票房的钱呀？说什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至少符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吧？讲广东是吧？聊珠三角是吧？村里的留守儿童还要边读书边到外地打工，珠三角过大年啃大馒头，就算是广东贫富差距再大，那边的村里过年也是很隆重的，好吧？要不要看看广东的网友是怎么说的呀？同时具备在广东没爹、被看不起和丑的要命这4个要素的，只有那些来进货的黑鬼，泡完妞跑路留下的杂小杂种。一本正经玩荒诞是吧？一身功夫的武士少年，广东本地请他都要排长队的，好吧？你看看广东的朋友认不认？哪个看后不是大骂辱粤呀？讲中国故事，首先要立足中国大地，打着传播传统文化的大旗，举着振兴国漫的幌子，背地里去做着夹带私货的勾当，该不是想在国际上领个洋大人施舍的野鸡狗粮奖吧？另外，即使是国际超级大 IP 类似魔兽系列，在第一部票房不佳后，到现在也没有出第二部，甘愿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倾家荡产也要把国际脸进行到底的骚操作，为什么呢？要文化入侵呀，大哥，人家就算是日本从昭和男儿变成平成废宅，还有那个韩国的伪娘文化，那都是美国人出资搞了个杰尼斯事务所，潜移默化的推动的。这团队头铁的样子，怎么这么像削尖了脑袋都要润出去当底层，在国外受罪的高华们呀？该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吊眼烧子原本就是老外侮辱华人形象的一种方式吧？去年苹果客服的那张照片真当是公关失误吗？行了，我都懒得说了，被洗脑的人怎么分析他都排斥，明白人一说就能点头。我不排斥文化进步，咱也说过，很多传统艺术是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迭代的，地球上各个文化各个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变化才是常态。但是有毒的文化入侵，这就要排斥了。道德观和价值观也是有基本盘的，这个基本盘我们守了几千年了，我相信近年来越来越具象化了各种破事儿，也让我们越来越坚信老祖宗严选过的基本盘，那是我们一定要守住的。当然审美方面我从来都不爱评价，雍容富态的轻盈纤秀的都没有错，但绝对不是变异的这种人为制造的神丑。你跟我聊这是在搞国际高级，指鹿为马呀，还是指丑为美呀？跟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包容性有个毛关系啊？就这个动画片，你看看人家黑人是什么形象，再看看泰国人是什么形象，再看看主角是什么形象啊？也对，人家西方嘛就是高级，小黑鲶鱼精、黑雪公主、LGBT， 行了吧？你以为西方金字塔尖的那些老爷们真的是这个审美啊？你去看看疯马秀，再去看看萝莉岛。我以前就说过，这群腋下大汗腺没有进化完全的洋老爷们，上千年的幼态审美从来都没有变过，就连肌萎缩、厕所硬化症上了岛都能嗨起来。至于疯马秀嘛，那个审美可是比椰树牌椰汁还正宗的，还真以为他们喜欢大黑胖子胡子妞呢。人类生殖繁衍基因掌管的欲望那部分是在进化，不是在变异。扯犊子扯到咱们这儿来了，说我扣大帽子，说我有偏见，哼，你管我怎么说呢？我看着犯恶心行吗？行了，你们爱怎么洗就怎么洗，道德的高地谁爱占谁占去，钱在我口袋里，我想看什么电影看什么电影，炒几个账号打几个广告，在我这自我 PUA 自我规训，你高尚你高级，我是山炮，关你屁事儿，票房不好关我屁事儿。